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梦中的那片海12集过后，一场吃面戏暴露李沁演技的放不开。6月6日，电视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更新至第12集。我在早前的剧评文章当中，已经对剧本质量问题、肖战的个人演技问题和剧作当中较为出彩的3位女配角故事这3点进行了个人观点阐释。有读者问我，为什么不顺路点评一下李沁在该剧当中的表演？一直这么多集，我才开始聊李沁的表演，实在是因为在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开局10集剧情当中，李沁虽然处于女主角的位置上，却并未拿到前10集真正的女主角戏演。这部电视剧前10集，女主角更像是贺红玲，而李沁饰演的童小梅则处于从属的位置上。在角色并未占据戏演的前提之下，而仓促聊演员的表演是不负责任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在几年前点评综艺节目《演员的诞生》的时候，便表达过类似的看法。当时，这档章子怡坐镇的演技比拼类的综艺节目当中，经常让2位演员在一个桥段当中比拼演技，而大多数的桥段其实都是有人站在戏演位置上，有人站在从属位置上。如果2位演员的演技水平相差不大的话，那站在戏演位置上的演员一定会演技更出彩。同样的道理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当中，开局的前10集，女主角的戏演位置一直是贺红玲在占据。在这种剧本已经注定的情况之下，谈李沁的表演就有点欺负人了。剧本层面上就没有让李沁饰演的角色发光发彩，也就谈不上剧评层面上的批评了。但是在第11集和第12集当中，李沁饰演的女主角开始真正步入到了女主角的位置上，而这个时候，李沁表演上的放不开、直愣愣等问题就被彰显得比较明显了。比如说，在第12集当中，萧燕秋和童小梅有一场吃面聊人生的戏份，这场戏当中，李沁表演上的问题就被彰显得非常明确了。这场戏放在局部的桥段大环境当中，李沁显然是当之无愧的女主角。大桥段当中，她饰演的童小梅给男主他爹读信，稍后男主他姐回家，他姐请女主吃面，吃面的时候俩人感慨人生，稍后男主他姐去洗碗，剩下来的又是女主的戏。大桥段当中全程都是女主的线，她占据了戏演的位置。但是在吃面这场戏当中，李沁依旧因为自己演技上的放不开，而造成了即便是站在 C 位上，也跟一个小跟班一样了。在这场戏当中，把李沁以往演技上的最大问题暴露出来了。这位青年演员过分板正，表演什么都是拘谨着，拿着劲儿，最终造成的结果便是观众们看着很累，演员自己也累。比如说，在这场戏当中，对面的萧燕秋虽然台词很多，但人家这位青年女演员就敢说敢吃，而且敢拿出一个正常人的吃面坐姿来，这其实就是及格演员应该有的水平。从编剧的角度上讲，为什么要安排吃面的戏份呢？直接让俩演员站着或者坐着说台词不见完了。编剧这么做就是想让这个桥段不那么呆板，更像是真实的生活场景。所以对于这个桥段的表演，及格线以上的演员都知道应该拿出真实的吃面状态来，往生活化当中去表演。所以萧燕秋角色就敢于吃面，并且敢于拿出一个舒服的坐姿出来。类似的例子还有更好的表演，比如妆台当中张嘉译吃面的那些桥段，更是演技上的顶配。为什么顶配呢？因为人家就是生活的状态，坐姿松散，吃面放松，就是纯生活。反观李沁呈现的童小梅，就差距太大了。首先，她就没敢吃面，这种不敢吃，就给观众一种紧绷感了。观众们看到这种小口一抿，就知道这演员对台词节奏没感觉，只能等着给对面的演员递话呢。所以他不敢让自己嘴里边有面条，这是台词功底上的不过关。其次，
李沁一直坐得板正，直挺挺的，这从表演上来讲，已经是非常大的忌讳了。演员这场戏的状态之下，一直直愣愣地坐着，会让整场戏非常呆板，同时会让观众看得非常累。显然，李沁对于演员的走位等基本功是不够熟悉的，甚至于可以说是不过关的。他太紧了，不松弛，造成整场戏都机械化了。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李沁的努力来，但是成熟的演员是让观众看自己的圆润，而不是多努力。越吊儿郎当表演出来的内容，越是好内容和好内容背后的好演技，越是让观众看出自己努力了，不容易了，越是演技上有问题，水平太低。李沁表演上的机械化，尤其是走位上的机械化，在人生之路当中便已经很明显了，到了梦中的那片海当中则更为明显。以前李沁出演偶像剧的时候，这种机械化、紧绷感等等就不会成为硬伤，因为偶像剧并不对应现实生活当中的人，没有参照物。熟悉中学物理的观众都知道，所谓的运动是需要有参照物的。同样的道理，所谓的演技也是要有参照物的。演员们一旦饰演现实角色，就必然和现实生活场景当中的人进行对照了。这么一对照，就把李沁的动线关系上的问题呈现出来了。表演其实就是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的动线关系的还原。好的演员能够把自己生活当中的动线关系带入到角色表演当中，实现人戏合一。像李沁这样的演技不过关但努力向上的演员，就容易把动线关系搞乱腾了，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了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则需要找专业老师多练习了。12集过后，李沁在梦中的那片海的戏份很少，被女配角。梦中的那片海弃用，人气高是因为肖战和李沁主演，肖战的演技也受到考验。二次元饰演军人，不仅需要大量的体力，还需要大量的文戏。第4次和他一起工作的李沁，似乎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作为第一个角色，李沁很少扮演童小梅。看完12集后，她被2位女配角取代贺红玲和叶芳，偷走了很多注意力。很多网友疑惑李沁为什么会被女配角偷走。从本质上讲，这不能归因于她的表演不佳，也不能归因于女配角的先入为主的观念，而李沁在后来的角色中扮演了更多角色。贺红玲的心跳，叶国华、齐天、肖春生都很佩服她。其实这位演员的颜值并不是很高，也许他会拉小提琴，所以他在剧中扮演贺红玲。事实上，叶芳的角色并不多，最初的场景集中在她和贺红玲身上。大家都认为李沁是个配角。李沁的童小梅是一个非常谦虚、体贴的女孩，没有贺红玲那么张扬，也没有叶芳那么坚强。论性格，童小梅真的是非常低调。也许因为她是一名护士，所以她并不那么着急。她对肖春生也有着浓浓的爱意，默默地埋藏在心底。她不像贺红玲那样大胆。一个类似于童小梅的角色，就是默默付出的类型。事实上，很少有女演员看起来比李沁高。演员在舞台上无法控制角色，只能按照剧本和导演来演。初期2位女配角的戏份并不多。其实李沁女主人生之路的戏份还是很多的，角色变化也很大。李沁的工作也值得注意。网友们想不通李沁为什么没有爆款剧，因为她和李一桐长得像，理由还不够，2人不是很像，风格也不一样。李沁其实是在提升自己的演技，所以她演的是乡下姑娘，还得化丑妆，演得比较可爱，所以像人生之路这样的角色就少了。但是李沁不在乎，她真的很想改变自己，并突破运动路径。可能是学戏的缘故，没有受过专业的影视表演训练，所以有点紧张，不够放松。但她演的童小梅梦中的那片海是千家万户的女人，她爱看书和她有这样的性格。这次在梦中的那片海，李沁她也是几乎素颜出演，因为性格非常沉静坚毅，
所以不像其他女配角那样吸引大家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应该很多。后来与肖战竞争，李沁可能不太擅长挑选脚本，她在电影《庆余年》中的角色也很少，可能这部剧主要是团队游戏，她演的角色不是很亮眼，像《白鹿原》《如懿传》这样的场景不多。当然，这2部剧第1部主要是男戏，第2部就是主角周红。可能是李沁太低调，不炒作，又不擅长美妆营销，所以显得人气不够。其实挺好看的，选剧本的时候也会很迷茫。她不喜欢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，也许她的演技有限，但她在人生之路中的表现还不错。梦中的那片海其实主要讲的是肖春生的成长和变化。肖战的表演实际上使该节目大受欢迎。李沁虽然现在戏份不多，但她期待未来和肖春生有很多对立的戏份。她就是肖春生。虎真的很爱这个女人。每个演员成名或不成名都有自己的理由。作为一个90后的李沁，在选剧本方面就没有杨紫那么幸运了。杨紫已经有几部热播剧了，比如《香蜜亲爱的》《热爱的余生》《请多指教》等。李沁和肖战第4次联手，这次有望成名。杨紫出道年轻，国民度之高无法与李沁相提并论，